欢迎收看《洪流洞见》，我是洪淑芬，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见未来。在今天，我们要来谈228。很多人想到228，想到的是受难，想到的是白色恐怖。老师在这段期间，其实对于228也有很多的解读跟平反。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228，并不是大家所知道那个白色恐怖，而是在50年前所签订的《上海公报》。这个《上海公报》对于后来中美台俄之间的一个关系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来讨论。好，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呢，这3个公报呢，我们刚刚讲到，50年来呢，中美台俄的关系都是受到这3公报一法的影响，包含了上海公报、建交公报，还有817公报，以及后来的台湾关系法。好，这3个公报呢，在中美冷战时间，它的开启对话，还有正常关系化的重要的基础。那么其中有关于台湾的部分，今天老师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深入的来做论述。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想问问老师说，为什么会在今天选择讲上海公报，以及它的背景是什么？好的，谢谢淑芬。很高兴跟各位在新的一年虎年又见面了。的确，刚刚淑芬讲的，其实有2个228影响台湾非常深远。一个是75年前1947年的228，这个228呢，后来经过不断的渲染，其实对台湾的政治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停息。那另外一个228就是50年前的228，是1972年的228。这个228呢，中美之间他们签订了《上海公报》，在这个签订公报以后呢，牵涉到一个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改变，就是中国大陆、美国跟俄罗斯方面权力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之间结盟对抗的角色也不一样了。那关键台湾也受到一些相当的影响。那所以说，我说50年前这个228上海公报，它是改变了中美俄台4方面的一个战略格局。那对台湾来讲呢，后来的台湾的上海公报以后，那美国跟中国大陆又签了建交公报跟817公报，然后呢，美国跟台湾有了台湾关系法，所以这3公报1法呢，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美中台三角关系的结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这50年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50年后的今天，过2天也是228的50周年了。我们今天来谈由这个上海公报50周年来谈中美俄台整个一个权力结构的一些改变，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老师，这个上海公报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在越战以及尼克森总统有关联，这个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后来为什么会签到了上海公报？上海公报其实最重要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以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那对于毛泽东来讲，他也调整他的所谓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后，他又开始说是不是要开始跟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在一些折冲遵主之下呢，尼克森在1972年的2月21号到28号。到大陆去访问，所以在2月28号就签署了《上海公报》。那《上海公报》呢，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几个内涵哈，我想您这边有准备一下。对，我们这边有一个手板哈，可以来看一下。我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上海公报》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公报，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他们对一些问题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啊，但是有些地方呢，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比如第一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应该正常化，就是大家正常化，后来也造就了1979年中美之间签署了外交关系哈，中美。那第二个共同的地方呢，就是共同要反霸。共同反霸，比如说你刚刚反霸那时候当然指的就是苏联嘛，苏联包括你说他们认为说在国际争端的时候应该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不应该干涉每个国家的内政。那任何国家他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研究建立霸权，那当然就是指的就是苏联。所以说。那个反霸就是反对苏联，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结合起来，算是美中联手的制俄。那更重要，对上海公报来讲，对于台湾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反对这个美国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其实不表示异议。包括你这边讲的，就是双方认识到，就是美方认识到，美国用的 acknowledge， 美国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都坚持一个中国。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并对此一立场呢不提出异议，不提出异议，所以这个概念就延续到了一直到现在50年后的今天，美国还是持续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中原则其实又从这个上海公报一直延续下来。对，当然对于大陆来讲，这叫一中原则；对于美国来讲，这叫做一中政策，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到了50年以后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这个美国跟中共跟俄罗斯他们的关系跟50年前跟50年后已经发生了改变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当时在上海公报，美国所认识到的一个中国的这个立场，那美国是不是会有发生的一个变化？我想这就在50年以后，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讨论这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老师，这个上海公报签订之后，其实对台湾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它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承认中华民国，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以至于后来美国跟中国的一个建交。对，当然是上海公报等于是建交公报的前身嘛。对。那1972年签署上海公报以后，大概到了不到9年的时间，到了1979年，那美国跟中国大陆就建交了。在建交里面的话呢，美国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那换言之，从此以后，就说美国对于两岸关系它有一个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就是它可以跟台湾发展非常友好的民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天花板就是美国不可能对台湾做一个外交上的承认，因为美国在上海公报开始，它就已经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这个立场。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现在在台湾，大家也在讨论说，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这么恶劣，不像以前在1972年的时候，是因为美国要对抗俄罗斯、对抗苏联，他要拉拢中国大陆。他在那个时候呢，我刚刚讲上海公报是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单边的声明，包括您再拿你的表格看一下，对。中国大陆他的主张是说，中国大陆他是坚决反对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定论。各位，这是中国大陆说的。可是美国只有说到，就说我们只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一个中国，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个不提出异议。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随着这个国际局势的改变，那么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所谓的立场，是不是也会发生动摇？因为美国在上海公报里面，美国认为说，因为当时呢是，你看在表格再看一下，对，他们虽然是各自的表述，对，很重要，就是说这边你刚刚没写到，就是说美国声明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美国认识到，你漏了一下，就说，就是在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现在民进党或者很多台湾人就会认为说，那这是50年前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台湾大概有60%多认为台湾已经不是中国人了。那么这个上海公报存在的基础是不是还存在？我觉得这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了。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讨论，你认为美国会把它50年以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会做根本性的改变吗？还是即使台湾的民众认为台湾人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待会儿讨论说，美国的态度是不是有稍微的改变？但是在签订了上海公报之后，对台湾有极大的影响，包含了后来的中美的建交跟台湾的断交，包含了美国在台湾的部署的兵力。后来也导致了美军开始在撤军，这个部分对台湾也有一些影响。当然来讲，就是美国，我们知道，其实从1949年我们来到台湾以后，其实光靠台湾的兵力是没有办法确保台湾的安全的。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基本上跟所有的东亚国家一样，把自己的安全是寄托在美国的身上。所以换言之，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跟台湾保持一些军事的关系，是确保台湾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凭借。但是在1972年上海公报签署以后呢，美国就开始逐步的撤军了。
比如在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在台湾驻军还有1万多人，但是到了1974年的时候呢，大概就只剩下5000多人了。那后来到了等着跟美国要建交的时候，那几乎是在建交的时候以前就已经全部大概都撤得差不多了。好，所以换言之，那台湾这时候呢，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防卫美国。可是美国后来又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各位了解，《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法，并不是台湾跟美国所签署的。那美国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呢，它是确保台湾人民跟美国人民的关系。也换言之说，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它充分的关切。但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呢，美国并没有明文的讲，如果两岸关系发生冲突，美国会出兵。美国只是说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他感到非常的关切。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台湾为了自己的生存，还是不断的向美国买武器，美国买武器。我想这是一个整个军事方面，台湾从此以后呢，也去跟美国的关系只维持一个非官方的关系。而更重要的就是，台湾必须要靠购买的武器，美国的武器来确保自己的安全。老师，我们谈到说中美俄台的关系，我们从冷战之后，美国为首的传统的西方列强，还有它的盟国，就是以我们所谓的西方阵营，以及后来苏联为首的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还有它的一个卫星国家东欧集团，长达有半个世纪的一个对抗。虽然说我们称为是冷战时期，但是其实美俄之间，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激烈的事件。对。我觉得这样好了，就是当然我们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当然美俄是处在一个冲突的对立面了。但是清楚来讲，到了1980年代的末期，算是苏联整个是挫败了，也就是在这一场跟美国的俄罗斯的对抗中，苏联是挫败了。到了1990年代以后，苏联整个彻底的一个瓦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不把俄罗斯当成是一个对手了。那换言之，美国下一个对手是谁呢？其实大概一直到了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美国才开始确定要把中国大陆当成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对手。所以其实从2000年小布希开始以后，美国就已经开始尝试着把他的战略的纵深，把他战略的规划，把首要的假想敌开始从俄罗斯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的身上。因为你也知道，在1990年代，其实苏联在整个瓦解以后，俄罗斯它陷入到非常经济的低谷期，整个的国营企业全部都被出售了，变成私营化了，整个俄罗斯内部是所谓的贫富不均了，整个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降到了谷底。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把重点摆在中国大陆。那可是，在2000年，即使美国想把中国大陆当成假想敌，正准备开始部署的时候，就是发生了2001年的911事件。那911事件一发生以后呢，对中国大陆是整个一个命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中国大陆也在这一方面非常支持美国在全世界的反恐，也愿意跟美国一起反恐。那你也知道，反恐的事情中的时候，那美国就不会把中国大陆当成是一个敌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跟大陆的朋友有时候开玩笑讲，他们讲说，谢谢伊斯兰的兄弟哈，由于他们对美国发动了反恐，让中国大陆获得了10年的战略机遇期。对，谢谢他们伊斯兰的兄弟。那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有中东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行为跟战事，所以美国就把重点呢从原来要围堵中国大陆，转移到了这个中东恐怖主义的事情上。那这个10年呢，恰恰好又是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10年，包括你看，它2002年加入了 WTO， 对不对？然后这时候的这10年来是大陆经济起飞是最快速的时间。那这个东西等到2008、09年以后呢，正好在美国又发生了金融危机，然后这个时候呢，当这个宾拉登被解决掉以后，那美国真正开始腾出手要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时候，那已经到了2010年到2011年了。那我们知道，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其实奥巴马很重要一个政策就是亚太再平衡，也就是美国要把它的兵力大概调60%以上，要调到亚太地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开始正面的一个对决了。可是大陆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可语，也就越来越快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就是美中之间他们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对手。那后来到了，你也知道，习近平后来上任以后，再加上
经济的发展非常快速，那整个局势的发展，后来到了川普上来以后，那美国之间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对抗，现在是越来越明显。老师，我们从2000年的时候，普丁上台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呢，普丁跟习近平他们两人的个性其实都是强人，对，所以在两国之间，其实他们跟以前的那种对抗其实又不太一样了。对，老师可不可以讲讲这个部分？你也知道，就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中国大陆它原来一直想跟美国保持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关系，哈，就是包括曾经大概是2011几年，是2013年吧，还是我看看，大概是2013年，对，习近平正式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提出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那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基本上太平洋够大，可以大到容纳美国跟中国大陆两个国家共同的合作、相互的尊重。好，可是呢，基本上美国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很多的一些回应。那包括在2013年的南海的仲裁案以后，还有在2014年，应该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飞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双方面的关系就非常的糟糕了。那我刚刚讲的，从川普当选以后，那美中的关系基本上是全面采取，包括贸易战、包括金融战，进入一个全面对抗的一个态度。那你刚刚谈到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其实你要知道，美国一直对俄罗斯是采取一些敌意的。这个东西，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比如在冷战刚刚快结束的时候，在1946年的时候，美国当时驻苏联的算是第2号人物吧，叫做乔治·肯南。他曾经在我们国际关系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他发了一个长电报跟美国的政府讲，就是说他分析说，俄罗斯啊，就是苏联啊，他天生的是美国的一个敌人。他举出3个重点，第一个是俄罗斯主义的扩张主义者。第二个呢，大概是俄罗斯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第3个就是俄罗斯他们的反犹太的整个一个倾向。那这3个东西其实都触动到了美国的一个核心。那这个东西呢，就造成了其实美国从大概46年以后，美国对于俄罗斯或者后来的苏联，它基本上呢，它是完全是处在不信任，也就是冷战之间围堵。我刚刚讲，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固然之间苏联已经打下去了，可是从2000年开始的时候呢，苏联在普丁的领导之下，普丁2000年上来以后，他基本上把这个俄罗斯从底又往上带了。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对俄罗斯从来就没有放心过。我刚刚讲说，这1990年代的后10年，是因为俄罗斯被打趴了，美国把重点摆在中共。可是这不表示说美国并没有放心俄罗斯。那美国对待俄罗斯的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你也知道，当时在冷战的时候，其实西方有所谓的北约嘛，那在东欧有所谓的华沙嘛，可是当俄罗斯整个瓦解以后，华沙公约都取消了，华沙公约都解散了，那华沙公约解散，那北约是不是也应该解散呢？可是美国不但没有解散，美国还不断的东扩。那你知道一东扩以后，包括它原来的苏联、原来的东欧地区，或者甚至后来到了美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美国一个个想办法去扩展它，那一直扩展到了以后，到了家门口，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乌克兰的事情。乌克兰事情对于俄罗斯来讲，不能再忍耐了，因为俄罗斯在整个地缘上，它有2条线是它没办法退的，一个是高加索地区，一个就是乌克兰。如果在北高加索地区，它这个线退掉以后，所以他在这个上次不是出兵格鲁奇亚吗？就是我们讲说乔治亚嘛。那美国是坚决要出兵，是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够让的。在2008年的时候，那另外来讲就是乌克兰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让乌克兰掉进北约的怀抱里面，所以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它必须要守的地方。所以我简单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整个一个天生的敌意，这个天生的敌意就造就了从冷战开始到即使冷战结束，一直到现在为止，美国压根儿就不太去信任俄罗斯。所以你也知道，即使川普上来以后，他尝试着希望能够联俄去制中，联俄制中。可是美国的内部对于要不要跟俄罗斯保持友好的关系，美国的内部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也让川普的这一个所谓联俄制中的政策，他没有办法落实。
所以大家了解就是说，美国当时在我们刚刚讲上海公报，美国当时在1972年的时候，他会利用中国大陆去对抗俄罗斯。可是美国它一直很难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大论述，说我要联俄去对抗中国大陆，联俄制中。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内部对于俄罗斯是一个天生的敌人这一方面，其实美国有相当大的一些疑虑。好，我们看到2016年呢，川普上任之后，在全球的单边主义跟中俄交恶，那么中俄就开始呢走得比较近。那拜登呢，刚刚老师讲到，其实呢是以中共为假想敌，但是因为传统它本来就是跟俄罗斯就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呢，美国它的敌人除了俄罗斯之外，就多了一个中国的部分，所以可以整个国际的局势来讲，更加的一个紧张跟诡谲。那我们另外来看到比较近期的这个部分，就是美国的外交抵制冬奥的部分。对。这次呢，普丁亲自的出席的奥运，而且呢，中俄之间又签署了将近有20几份的声明合作的协议，其中在普习会之后也发布了中俄联合声明。好，这份的历史性的文件跟50年前的上海公报，它的意义内容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我刚刚讲说228其实对台湾影响非常大哈。那同样50年以后呢，又是冬奥的开始以后，那我们知道2月4号，其实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到了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那他们也签署了一些相关的合作的一些协议。那更重要的，他们就签署了一个叫做联合声明。那联合声明呢，我觉得当然对中俄之间的关系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些改变，就是把原来中俄之间大家所观察的一些中俄之间可能在合作的，得到了更多的一个证实。那这个东西当然一定会间接的影响到台湾，所以我说228其实在50年以后对台湾的影响还是非常的深远的。那这一个他们的中俄联合声明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点，就包括大家提出大家的民主观、大家的发展观，还有安全观，还有秩序观。那民主观的话，毫无疑问的，他们认为就是说，其实不要一个国家用他自己的民主的一些价值观去衡量其他国家的一个标准。我想这是包括中俄他们所长时间所提出来的一些主张。那包括这个发展观的话呢，那当然他们认为说国际社会应该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发展，而不是相互的之间的斗争。我想这两个东西看起来是好像比较虚一点。那比较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安全观。那安全观的话呢，换句话说，大家就在声援对方的，比如说中国大陆这是非常摆明的讲说，他认为北约的东扩是应该受到一些节制的。那基本上在这一方面，等于暗示的支持了这个北约的东扩不可以扩展到乌克兰啊。我想这是在某种概念是支持了俄罗斯。那俄罗斯也回报，基本上也是认为说台独是所谓的中国大陆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说在这一个安全观方面的话呢，彼此之间都做了一个相当多的一个互相的承诺。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即使没有这一个中俄的联合声明，其实中俄在这件事情上是从以往的一些谈话中看起来，比如说包括台湾的问题，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的，俄罗斯是从来不会去挑战的。但是对于北约的问题，以前中国大陆讲的比较少一点。因为中国大陆它的传统的外交政策是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只要你国家愿意，其实中国大陆是不会介意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之后，特别这一次中俄联合声明里面，特别把这个反对北约东扩到了俄罗斯的家乡，这个是在俄罗斯的最边边的地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中俄关系发展，对于中国大陆它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指标性的意义的。那当然，他们也在这个声明里面也等于是共同的谴责了美国，因为他认为说美国其实是加剧了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而且基本上美国是对抗的破坏国际安全秩序很重要的一个源头。所以你想想看，在50年前的上海公报里面，其实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共同要反霸的，共同要反攻俄罗斯的。那在50年前的时候呢，是整个反霸算是美中制俄，可是牺牲了台湾。
对，我想最简单来讲，上海公报就是这个定义。美国希望跟中国大陆联手去对抗俄国，可是牺牲了台湾。那50年以后的这一个的中俄的联合声明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俄中基本上要联手，要抗拒抗美啊。那台湾呢，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继续的在某种程度的话，好像台湾算是一个被牺牲呢，还是说台湾它可以成为是一个棋子？我觉得这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手上是一个棋子。老师刚刚讲到说，美国的上海公报当初是美国为了联中制俄，所以牺牲了台湾。对。但是我们这次在看到中俄联手的这些声明，是为了要联手抗美。但是美国怎么样打台湾的这张牌呢？美国当然知道，我刚刚讲说，美国当然想打台湾牌，因为美国现在是要制衡中国大陆嘛。对。那制衡大陆的话呢，包括它的贸易战，包括经济战，包括金融战，甚而是包括打了南海牌，打了这个香港牌。那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一张牌就是台湾这张牌嘛。可是美国打台湾这张牌的时候，有和它的一个局限，比如一个局限就是我刚刚讲的《上海公报》那一句话。就是美国对于一个中国，它是不表示异议的，就不去挑战这一个中国的这个立场，或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如果美国打台湾这张牌，是不是要突破了上海公报，也就是把台湾的关系可以拉高到一个类似一个主权国家，甚而至某种程度的暗中支持台湾的独立呢？这画个大问号。现在目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现在这几年来通过非常多的法案，这些法案都是要跟台湾保持友好的关系，也把台湾这张牌要打得淋漓尽致。可是在这众多的法案里面，好像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还是没办法过去，也就是美国还是在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也就是美国打这张台湾牌再打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现在到今天这一刻为止，他不敢说把台湾当成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张牌来打。那换言之，假如你不改变这一条，那你还是回到上海公报，就是你还是不去挑战一个中国的立场。那这样子情况下呢，换句话说，在大陆在上海公报，他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虽然是各说各话嘛，就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那假如大陆还是坚持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呢，只是说我不去挑战。但美国呢也不去挑战这个东西。那两岸如果今天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其实比俄国跟乌克兰还更复杂。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它毕竟是所谓一个主权国家跟主权国家的冲突。可是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来讲，基本上包括美国它的上海公报，包括它的建交公报，它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这就是它的内政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西方能不能够出兵？那毫无疑问的，出兵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嘛。但是现在台湾还有一些民进党的，还有一些绿营人士认定说美国一定会出兵的。那再加上在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以后，大家认为说，普遍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两岸真正出兵就不会像今天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关系，很多欧洲国家还要去想办法去避免，甚至还要去经济或者军事援助乌克兰。那因为两岸是一个内政问题，而在联合国也是这样子，美国跟中共的联合公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台湾是最好不要出事。万一出事以后，那么全世界对台湾的声援可能只有停留在道义上，或者一些声量上的一些声援，而很难在军事方面为台湾做什么事情。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从客观的事实，希望大家了解。对，老师从50年前的上海公报到近期的中俄联合声明，台湾一直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在国际上的困境。老师觉得台湾应该有什么样的因应的一个战略的思考？我觉得我还是从乌克兰来看吧。乌克兰这一次为什么会跟那个俄罗斯之间处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那毫无疑问，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就是乌克兰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北约不断的东扩嘛，那等于是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那对普丁来讲，他已经经历过他以前没有上台以前，我刚刚讲从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之低啊，非常低，而且北约的攻扩已经毫不考虑到他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俄罗斯是没有办法去对抗他。
可这几年下来以后，俄罗斯在普丁的带领之下，的确整个国家的威望在往上的提升。所以我刚刚讲过，对于俄罗斯来讲，它的地缘有2个底线是不能碰的，一个是北高加索，一个是乌克兰这个地方。那这个情况下就变成说，他对他身边的这些地区，他认为叫做什么？叫做核心利益嘛。这核心利益。可是我们必须要讲，乌克兰或者高加索，请问一下，对美国是核心利益吗？当然不是。或者对欧盟来讲是核心利益吗？也不是。最多对欧盟来讲是一个重要利益。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核心利益对于普丁来讲，你既然已经挑衅到我，那我就把我的重兵部署在那边，我随时准备要作战，然后他底线给他画出来了。这个底线是说，假如你乌克兰要进入北约，那我是毫不保留的，绝对要作战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那好，从这个角度来摆到台湾来看，台湾对于大陆来讲，当然是它的核心利益嘛。可是台湾对于美国来讲是核心利益吗？不会嘛。台湾对于美国来讲，最多只是一个重要利益，或者甚而对整个欧洲来讲，台湾只是他们一个周边利益。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对台湾的所有的承诺，对不起，你那个天花板只要过不了，你再讲的更多的决议文，讲的更多的好话，但是由于那个天花板过不了，那换句话说，美国对台湾的所有的承诺，我们都要画个问号嘛。所以美国现在对台湾的整个一个协助，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就是要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也就是请你台湾继续买我的武器吧。你买的越多，你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可是美国从来没有讲一句话，就说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美国会出兵帮助台湾。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同样道理，美国今天也从来没有讲一句话说，你俄罗斯要打乌克兰的话，我会出兵帮乌克兰，或者法国、德国会讲同样的话。我告诉你，没有国家讲这个话。这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你要思考台湾问题的时候，乌克兰作为一个参考。第二个，乌克兰的问题还有个给我们思考，因为在乌东地区这2个自治，我们叫自治省好了，或者自治州好了，当然他们叫做 republic 哈，就自治省、自治州。那这些地方呢，跟乌克兰的不一样。为什么在这2个乌东地区啊，他们里面的俄罗斯人呢是比较占多数的，而且俄罗斯讲俄罗斯语是比较多的，就是俄罗斯籍的。那可是，在乌克兰的另外地区呢，是乌克兰语的比较多。这同时间也发生在我以前在工作的拉脱维亚也是一样。你要知道，拉脱维亚这个国家，它的首府叫做Riga， 叫做里加。那这个里加呢，它里面的俄罗斯人大概占了60%，可是，在其他的其他的拉脱维亚地方呢，俄罗斯人只占4%。所以说，当时在冷战一结束以后呢，那拉脱维亚为了急速的去俄罗斯化，所以就要求这个地方不可以再用俄罗斯语作为官方语言。可是这一群人当时到了拉脱维亚，这些人他们是在2次大战后基本上慢慢被移过来的，所以对他们的认同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现在乌东地区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是俄罗斯语的，他在整个种族的认同上是认同俄罗斯的。那可是这个国家呢又被乌克兰所占领，所以这种所谓的族群的问题，那就引发了这个地方长久的一个不安。好，那同样道理，这个东西乌克兰又跟台湾很像。台湾这几年来，特别是从民主化以后，我们台湾的民主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土壤，就是从李登辉开始用一种族群的一种分裂，包括到今天这一刻为止，到底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我们也讲不清楚。那你也知道，当一个社会就跟乌克兰一样，它的内部整个对于认同都出现了一个高度分歧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于内部的团结是非常大的影响的。而这个时候呢，又会有很多的外部力量就透过这个东西而介入。所以台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基本上台湾内部的现在族群的分裂，有一点点像乌克兰，它现在处在这个乌东地区族群的分裂也是一样的。当然，我所谓的族群现在已经不是外省本省的问题，而是台湾人整个对于国族的认同，包括我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同时也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其实困扰着台湾。所以这也是台湾未来跟乌克兰的命运是受到外界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三一个因素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那泽连斯基他这个人是个影星出身，他本身治国的能力的确是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为了增加他自己的知名度，你也知道，往往很多的领导人利用一些内部的冲突或国际的冲突来增加他自己的声望。所以他在2021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基本上呢又调动一些部队的方式去给这个乌东地区很大的一些压力。那乌东一压力以后呢，那整个社会就开始爆起来了。爆起来以后呢，那整个俄罗斯不是最近就开始屯兵这个乌克兰的边界嘛？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他的一个治国的能力不是非常的谨慎而引发出来的。那同样道理，今天台湾也是碰到同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时候，他不惜去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些冲突，但是把自己的希望呢又完全压在美国身上。他有一点很像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样子，就是不惜的把所有的命运全部都压在美国的身上，而在内部的事情呢又不断的去刺激，像泽连斯基刺激俄罗斯，那基本上呢蔡英文这边也不断的去刺激中国大陆。那这一种由于领导人他的一个政治判断，他就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以及台湾的安全。所以我简单来讲，就是归纳3点，一个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因素，那台湾跟乌克兰都有地缘政治的问题。那第二个认同的问题，台湾跟乌克兰都有认同的问题。第三个领导人的问题，就是泽连斯基现在跟我们的蔡英文跟他的团队，包括苏贞昌，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3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大的结构之下，从50年前的上海公报所形成的这个结构之下，所以台湾对于未来的选择的确要非常的谨慎。